来台中海洋馆，首先是馆方停车位不足，进场要等很久。汽车可以直接进无期渔港的停车场停放，比较快。停车费50元，海洋馆就在旁边，走过去3分钟就可以到。台中海洋馆造型是以骊山的石头为设计构想，粗糙表面凹凸线条的折板表现出石头的感觉，是台中海线地区的特殊地标。户外广场大，但遮阴少，在大太阳下感觉很热。海洋馆有2个公共艺术，前面是悠游水漾，后面是到海边坐坐。前面水池可以稍解大太阳热气，后面公共艺术若有遮阴，会更适合来此坐坐。建筑物有5层楼高，前方就是入口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进入馆内，首先是向上的手扶梯，偏暗的空间缓和一下情绪。接着走过一道长长的水波光廊，增加气氛。感觉前奏曲有一点长，若多一点内容变化会更好。接下来又是手扶梯，直接到3楼参观。登上3楼，如同走上山巅，耳边响起淅沥雨声，磅礴水汽蒸腾，凝结成云，再化作细雨落下，汇聚成奔向大海的溪流。这是馆方想表达的意象。感觉现场展示的有点弱，让人比较难以体会。这一区是台中河流，呈现大甲溪由上游到下游的生态景观。用莲形展缸来呈现，从高展缸向下流向低展缸，犹如河水自高山蜿蜒而下，让观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近距离观看鱼群形态和种类。高低差莲形鱼缸设计构想不错，不过整体鱼缸规模有点小，鱼的数量也不够多。希望以后能多充实一点展出内容。还有各式大大小小的水族箱错落在展间，展现台中河川不同种类的鱼群的生命力。互动式萤幕，人可以近距离和萤幕内景物互动或拍照。这个拱门岩石瀑布若从巨大墙壁或山洞冲下来，强劲水流，或许会更壮观，更有吸引力。接着走入透明宁静的水母展示区，展区呼应水母生命周期4种形态。依据不同水母习性精心设计，水母可爱造型深受小朋友喜爱。这是馆内最有亮点的展示，大型投影让整个展间变成一个大水母缸，好像与水母一同漂浮，是最棒的沉浸式体验。这里也拥有全国最大的水母展示缸，宽达8公尺，近5000只海月水母优雅漂浮。让我们静静地欣赏各种水母悠游的英姿。大西洋海刺水母，南美海刺水母，
边水母，荷包蛋水母，温海月水母。这是水母的构造详图。这里有全台最多样的水母品种，成功养殖40余种。水母实验室是繁殖与养殖的核心基地，并与日本加茂水族馆合作交流。接着顺手扶梯往下到2楼展示厅，参观白海豚展间。由于没有真实白海豚，只是图文影音介绍，不会很吸引人，所以稍看一下就到下一站。然后到企鹅展间，可多视角来看企鹅。这是由下往上看，水影投射很漂亮，但看不到企鹅。原来4只麦哲伦企鹅都站在上面休息。企鹅真的只有4只，数量太少，看起来有点孤单。接着来到璀璨珊瑚展间，360度立体珊瑚展示缸透过蓝光照明，呈现缤纷色彩。虽然小，但展示起来还蛮精致的。珊瑚生态系复杂的结构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与繁殖空间，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育的重要据点。各种类珊瑚很漂亮，让我们来慢慢欣赏。让我们来欣赏以珊瑚为场域的各种热带鱼。2楼最后来到鲨鱼展间。可能是鱼缸小鲨鱼都是小只的，可能是整体建筑物空间不大，所以每个展间都小小的，压缩到水中生物的数量和体型。鱼缸中的鲨鱼不可怕，感觉就是一种鱼而已。
走下去，1楼来到馆内另一个高潮——黑潮之海。这座巨型水槽汇集黑潮海洋生态系中的多样生物。这面水墙大小虽然无法和国外知名水族馆相比，但已经是全馆最大展示缸，搭配周围大型投影，也颇为壮观漂亮的。海底世界栩栩如生，很精彩。感觉墙面电子投影的豆腐金沙比鱼缸内鱼类还精彩。黑潮是一股自赤道向北流动的强劲暖流，对东亚、东南亚与北太平洋的海洋生态与气候有很大影响，也是许多鱼类洄游与栖息的重要通道。最后是海洋学员透过操作台可以自由选择想认识的海洋生物。海中生物会在虚拟海域中出现在眼前。我们回到4楼的泥滩区和浅滩珊瑚礁潮间带区。这里提供大小朋友一起脱鞋玩水的好地方。不过脱下来的鞋子要放哪都不知道。旁边就是主题餐厅区，有提供简餐服务。浅滩珊瑚礁潮间带区的鱼类生态。接着上5楼的景观咖啡厅。这里有提供各式咖啡饮品与轻食。走过咖啡厅，可以到户外露台区。走到屋顶露台，可以眺望台中港的辽阔海景。屋顶4周也是拍照打卡的好景点。来看看台中港风貌。不过大太阳下很热，或许夕阳的时候会很漂亮。走出展区，接着就是纪念商品区。这里有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玩偶文具礼品琳琅满目，还有台中海洋馆独家推出的限量礼品可供选择。总结台中海洋馆票价500元，是营运期间400元。和台湾海洋馆及国外知名的水族馆相比，您觉得票价和展出内容是否相符？欢迎留言讨论。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支持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